今天我的朋友又带着我来看他的民宿了。他告诉我说，之前在这边修建民宿的时候意气风发，想在这里大干一番。没想到21年修建了民宿之后，整体的情况不太好，然后整个民宿就闲置了下来。前一段时间，我和我的朋友也给他拍了一个视频，想把他这里的民宿找到有缘之人一起打包出去，或者找到人和他一起合作来经营。时隔了几个月，我们再次来到这边的时候，已经是冬天了。整个民宿呢，依旧还是老样子，风景还是那么美。今天我的朋友说，他想到了一种方案。他说，整个民宿占地面积有2亩，总造价呢，以前接近了100来万，每栋民宿的造价12万左右，加上租场地、开发道路，投入了很多钱。现在他想15.8万整体打包出去。他想到的方案就是，这里呢适合接办隐居养老，不再做民宿的开发了。意思呢，总共民宿有6栋房子，分配下来可以6户人家在这边居住，每栋房子的价格呢不到3万左右。整个场地呢还有31年的租期，总共他是租了35年，用了4到5年的时间，还有这么久的时间，那折合算下来，每年一栋房子不到1000块钱，想想还是挺实在的。那所以今天呢，我们又再次来到民宿来看一看这样的一种方案，能不能找到有缘之人，把这里的房子给它盘下来，然后稍加的清理，在这边居住下来。现在就带大家走进其中的一栋房子去看一看。整个民宿都是搭建在悬崖峭壁之上，所以这边基本上没有很宽的道路，都是这样的一些山间小道。好在当年修建的时候，地面呢已经铺上了青石板，只是上面呢现在很多落叶没打扫。那整个地形呢是高低起伏，整个民宿挺有层次感的。这边就是一栋民宿大概的样子，背后呢是一个后屋檐。房子采用的是框架结构，主要是用钢管来搭建整个主体，然后上面呢用木头搭建的房子。这边呢有个小小的院门。走进来之后，我们可以看到踩在实木板地上，感觉还是比较轻盈的。然后整栋房子都做了一个木质的栏杆，将近有1.2米的高度，有个小小的露台，门前的视野特别的开阔。我们可以看到整个青山环抱，风景特别的秀丽。底下呢就是著名的矮寨德夯苗寨，是一个5埃及的景区。在远处还有著名的矮寨大桥，直线看过去也就不到1000米左右。这边距离吉首市区将近有48公里，距离矮寨5埃及景区有23公里。这边所有的房子都是坐北朝南，海拔将近是800米左右。到夏天这边也是非常的凉快，所以说这个地方适合在夏天避暑乘凉。这几栋房子我都看了一下，好像每栋的建造风格还是有点区别的。最边上的这栋感觉又更大一些，接近了5到60个平方左右。刚才看的那栋也就40来个平方，看整个露台呢就大了许多。这边甚至于有些亲朋好友在这里放上一个牌桌，或者放上一个茶几，在这里喝喝茶、打打牌，也是挺不错的，非常的惬意。那我们可以看到整栋房子里面呢是有一个卧室，整个卧室呢也有10多个平方左右，然后整个墙板呢都是用桑拿板做的装修，上面呢有灯。每个卧室呢这边有个大窗户，门前还有个大窗户，
靠近厕所的位置也有个大窗户，所以里面的透光性是非常不错的。房子自从闲置了之后，上面的空调已经拆了，水电已经全部都不通了。当然，如果现在要接水电的话，也是非常的方便，距离民宿不到150米就有电线杆，从那边接过来，从山里面接泉水将近也就300米左右，所以接通水电也是不麻烦的。当然，如果要在这边居住的话，每栋房子还需要买床，买个人的一些生活物品。现在我们就走进这个卫生间里面看一看，可以看到整个卫生间还是单独装有房门的，里面呢有个灯便厕，这里还有一个洗脸盆，基本上该有的设施都有了。当然，这边淋浴的设施已经全部都拆走了，背后还有个通风透气的小窗户。每栋房子都有个小小的柜子，可以摆放一些私人的物品。看这个窗户还是留得很大，坐在里面就可以看到远处的风景了。房子开门见山，门前的视野特别的开阔。这个地方确实如我朋友所说，非常适合几户邻居结伴养老。总共有6栋，其中还有个超市，还更大一些，将近有7到80个平方左右。总价15.8万，每个人的身上大概也就2-3万块钱左右，再加上买一些个人的物品，也就3万多，不到4万。我觉得30年的使用权还是挺值得的。大家觉得究竟怎么样呢？太喜欢这里的风景了，我就觉得这个地方如果继续做民宿的话，可能比较偏僻，不会有太多的游客。如果真的是几户人家在这里养老，倒是挺安静的。这边距离寨子呢，也1到2公里左右，平时都没有村子里面的人过来打扰个人的生活。当然，整个民宿外面呢也修通了马路，有一段呢是砂石路，距离水泥路面呢将近也就不到50米，车子呢是可以直接停在上方。在整个民宿的前面呢，将近还有1亩多地，现在是本村的一些老百姓的，如果在这里居住需要使用的话，可以把它租下来。这边地的租金每年将近是3到500左右。当然，我们整个民宿呢，现在占地面积2亩，每年需要交600块钱的租金。目前呢，已经交到了2028年，相当于是5年1户。也可以和当地的老百姓协商，一次性把这30年的租金给付完。毕竟每年的租金也不贵，对不对？主要是这里的环境确实太难得了，尤其建好了这么多的房子，以前的造价也是这么高。我的朋友说，当年花了这么多钱，现在这么便宜转让出去，主要是自己还有其他的一些事业要去做，把所有的精力投在这边，觉得不太划算。整体的情况这几年大家也清楚，对不对？当然，我的朋友他也是不方便面对镜头，一直在上面等着我拍摄。反正他把所有的细节、所有的事情都交代给我，告诉我了怎么去做。当然，他也告诉我，如果我有能力，能够吸引到顾客，把整个民宿交给我来打理，也可以。我说我还是拍个视频，大概按照你的意思，先分享出去，看看大家有些什么样的想法，我们再做另外的打算吧。好了，朋友们，我是石头，喜欢我的视频请记得点个订阅，我们下期再见了，拜拜。